喲。好了，這個沒有想到 TikTok 這麼一開始就有人抖了2個貼圖。好了，謝謝這個4條，今天要開始打麻將了，是不是？來，所以感謝各位啊，今天的這個啊，你看泰森說手裡在聽直播這個話題，車機正在高德導航。秦明說這張圖太老了，哎呦。這個最近我在試 ChatGPT 的作圖啊，他做出來隨便我就隨便用，我總不能叫他說把臉修年輕一點吧？啊，他就做成這個樣子。我覺得哦，很多時候大家用 AI 就是加快生活就好，不要那麼糾結，臉頰往下掉就往下掉啊，這個不然要怎麼辦呢？難道我每次都要說把臉頰肉再往上提一點？好，那我們先講。各位晚安，預祝各位5·1連假愉快。哎，現在台灣也放5·1連假啦，所以大家都有得放。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真正背後的題目是叫做政府禁掉你的工具，再花你1900億做更爛的啊。事情是這樣子的，台灣最近又出大事啊。出大事的不是中共飛彈，不是地震，不是斷電，不是缺蛋，是一個地圖 App， 是一個地圖 App， 一個叫高德地圖，好像它的英文叫 AMAP， 对不对？它做了一個功能叫做紅綠燈倒數，你看着手機就知道這個紅燈呢還剩幾秒，坦白講蠻方便的，對於很多開車人來講是有需要的功能，這倒是沒有錯。那台灣人大概都用過那種等紅燈等到讓人家懷疑的一個導航系統，就是你在那邊一直等，然後又逆光，你又看不清楚上面寫的那個秒數是多少啊，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啊，等到懷疑人生啊。但是如果有一個 app 跟你說，哎，在28秒就綠燈了，你會不會覺得不錯？你知道？大概台灣網友知道，常常發生很危險的車禍是什麼原因？因為沒有人在看那個秒數，所有人都在那邊橫，結果忽然之間有一個加九，有一個八嘎九，有一個金毛，他油門一吹嘛，機車就衝出去，全部的車子就跟衝出去，後來發現還是紅燈。那這種狀況呢，就是很多車禍的來源，所以4月初啊，高德地圖讓大家可以下載之後啊，這功能不錯啊 ，Threads、PTT 各種社群實測影片瘋傳，大家都說哇，零誤差比 Google Maps 還準，它的下載榜衝到 iOS、Android 雙第一。那來，結果人民過得愉快，過得方便，政府就不開心了。我們這個黨呢，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4月23號這一天呢，台灣政府全面動員，數發部說要把高德地圖列為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5月，就接下來了，要公布資安評測風險。我們趁着他公布這個風險之前，我們先做一場直播，告訴你多危險。國防部長顧立雄呢，我們這位法律人呢，通令全體國軍禁用，不准用，連私人手機都不准裝。內政部長劉世芳說，公務機關也全面禁用。數發部資安署長蔡福龍說，隧道定位或行動軌跡資料非常敏感，會回傳到中國伺服器呀。結果呢，就這樣，高德地圖的聲量 ，TPOC 台灣議題研究中心4月23號馬上就說，哇，從單日6221則
暴衝到46000則。民調出來有62.9%的民眾批評政府跟速發部癢的地方不抓，不癢的地方抓到流血，只有2.4%的人支持禁用。網友直接創造出新名詞，叫做"先進國家再進政黨"，就是先把國家給禁了啦。我們不是什麼真的很先進國家，是什麼東西我們都禁。那乾脆叫速發部去做清德地圖好啦。你技不如人就禁用，你像不像話？你看這真難得啊！一個民進黨政府的一個政策，可以搞到比民進黨的基本盤還要低20倍，只有2.4%的人支持禁用。很好，謝謝破曉跟簡簡單單做自己，還有 Kate， 還有李亞素。那你看這個東西有多爛呢？結果好啦，來啦，故事精彩啊！那4月24號，行政院長卓榮泰、經濟部長龔明鑫到立法院備詢，立委就問了，政府有沒有要做一個比高德地圖更好的 App 給民眾用呢？卓榮泰怎麼回答？我現在就用 Google Map。那個立委就問，但民眾覺得 Google Map 沒有辦法滿足某些需求，所以才會用高德嘛。卓榮泰怎麼回？他說 AI 新10大建設裡面最頂端那一項叫軟體登峰，我們會把軟體做得更好，但是現在無法馬上說一定會做出一個類似高德的 App。龔明鑫就接話了，他說政府有信心做得比高德地圖更好。哇幹，你了不起欸！各位聽到這邊，如果你的反應是靠我的稅金呢，你們要花1900億去做一個你也不確定做不做得出來，做出來也不一定有人用的 App， 只因為你害怕一個免費的中國 App 已經有人在用，恭喜，你是正常人，你是理性的一般人。所以這一集呢，我們要把整個事件從技術層面、政治層面、預算層面、公務員制度層面，通通分析給你聽。而且我們還要特別告訴大家，你不要說啊，你如果做出清德地圖，清德地圖一開，你不能夠去非洲，好不好？那我們先講第一個，真正完整的高德地圖是在對岸才下載得了，台灣下載到的高德地圖根本是閹割版啊，功能只剩中國本土版的零頭，好嗎？第二個，這是獨門分析，美國的 GPS 拖了25年沒有更新完，北斗衛星系統已經反超了，結果台灣軍方連高德地圖都不能用，只能用落後的 GPS。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因為這已經不是單一事件啦，這是台灣當局被害妄想症的連環發作，從小紅書到愛奇藝到 TikTok 到比亞迪到高德地圖，劇本一模模一樣樣，每一次都是同樣的台灣人邏輯。台灣人邏輯，我打不過你，我就禁掉你，然後再花你的稅金做一個更爛的版本，還要強迫你接受。今天我們慢慢聊哦。所以我們先來給各位一個定場詩：路口紅燈30秒。小學生看也都小，官員一句攝國安，台灣人才跟着驚跳。我們先回到世界最根本基礎的問題，紅綠燈倒數秒數到底是不是機密？這件事兒呢，讓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下，真心沒有那麼複雜。來，
你看我們還做英文版封面，我最近都是多語種封面瘋狂的做。來，我們來給各位看一下這個秒數的這個怎麼算出來哦？幹，不是解放軍才告訴你的東西哦，不是哦，是這樣。TikTok 有網友說他想要買吃的東西，怎樣買？先解決啊！来看我背後的這一張圖，我們為你好好的解釋一下。你今天上班、下班、買午餐、接小孩，你經過了幾個紅綠燈？你有沒有發現，你經過紅綠燈的時候呢？你只要在同一個路口站個一輪，你大概就知道這個紅綠燈是幾秒，綠燈大概是幾秒。如果你是早上9點跟晚上9點都會經過同一個路口的人，你甚至會發現尖峰時段這個燈號比較長，離峰時段比較短。這個資訊叫做機密嗎？誒，我走在路上就看到東西叫機密嗎？我過去幾十年到現在做直播，我每一次走過台北市民大道，我都知道那個紅燈是多少秒，因為我可以看手錶，我可以用手機，我可以用肉眼加上手機計時，看了30年。從來不需要任何 app 告訴我，因為我自己在那邊等過，對不對？你也一樣嘛。你經過福和橋下那個路口，你知道那邊紅燈是多久？你經過羅斯福路上那個全聯前面，你知道那邊綠燈是多久？這個東西不是國家機密，這個東西是市民日常。好啦。各位，你看我們的目標，月底特別降低標準、降低數量，就是要跟各位聊一聊，我們到底花了納稅錢，捨棄健保快破產、勞保快破產，買了什麼東西、什麼武器打得過嗎？好了，我們進階一點，退1萬步來講，就算今天清德宗的擔憂是正確的，有一個外國間諜。很想知道台灣某個路口的紅綠燈秒數，他要怎麼做？來，方案1，他派個人租一台車，停在那個路口的旁邊，拿出手機按下計時器，看着紅燈變綠，綠燈變黃，黃燈變紅，記錄1輪2分鐘，3輪確認週期完成。這個成本是什麼？1杯咖啡的時間。加上一個人。方案2，他打開 Google Street View， 看一下這個路口附近有沒有商家裝監視器，然後用開源情報的工具，看看這個路口有沒有交通局公開的監視器影片。台灣很多縣市政府的交通監視器是公開直播的哦，你 Google 即時影像路口，就會跳出來幾百個縣市的公開直播畫面，完成。方案3，這個人不想出門，這個間諜很懶，他打開高德地圖，看一下台灣某個路口的倒數秒數，完成。各位，你聽到了這3個方案，請問哪一個是國安問題？如果第3個叫國安問題，那麼第1個跟第2個是什麼？是國家機密產業鏈嗎？而且我們政府自己其實知道這個東西不是機密。來看看4月23號交通部怎麼回應。我國交通號誌控制具高度專業性跟封閉性，資料僅供地方政府交通管理使用，所有號誌訊號都走政府專用網路，並設有防火牆，非授權單位無法讀取。好啦，聽到了沒？聽到了沒？所有號誌訊號都走政府專用網絡，設有防火牆，非授權單位無法讀取。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交通部對自己的號誌系統很有信心嘛？很有信心。高德地圖根本拿不到後台資料，既然他拿不到後台資料，你恐慌什麼東西？高德地圖
能告訴你紅燈剩28秒，不是因為他害進了交通部啊，是因為他用大數據反推，跟你用肉眼看是一樣的東西，只是規模化、自動化、雲端化。所以我們看看政府那一連串恐慌的聲明啊，你會覺得很魔幻啊，幹魔法可以打敗科學。數發部說這是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的產品，預設立場就是中國技術會洩露你的個資。國防部說全體國軍禁用，預設立場是什麼？是軍事機密會洩露。內政部說公務機關禁用，預設立場是什麼？公務體系會被滲透。交通部說我們的號誌系統走專網，有防火牆，非授權單位讀不到。預設系統這東西其實沒事。自己的部位打自己部位的臉啊，一個說危害國安，一個說我們系統安全沒事，到底是有事還沒事？所以 PTT 上有一個經典回應，我覺得寫得超好，我念給各位聽哦。他說啊，難道中國坦克開到台灣還要看高德地圖才知道現在是紅燈不能過嗎？有沒有可能你開坦克就直接闖過去就好了？搞什麼？這個就是事件的本質。紅綠燈秒數從來都不是機密，從來都不是。這個事件之所以能變成國安事件，不是因為紅綠燈秒數真的有國安價值，國安感冒糖漿了。那因為台灣當局自己選擇用國安這個框架來放大這件事情。你有沒有印象？20年前我們講國安是認認真真的國家安全，我們在講什麼？我們現在跟當年講的差多少？我們當年講的是中共的飛彈準確度、衛星偵照能力、共諜案、晶片技術外流。現在只要講到國安，我們在講的是紅綠燈倒數秒數。這不是國安膨脹，這是國安的通貨膨脹。當什麼東西就都可以叫做國安，國安這個字就沒有意義了。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個政府，他把站在路口看一輪就知道的東西定義成國家機密，你應該問的不是中國要怎麼防啊，你應該問的是我們政府到底有多怕？你要怎麼防你們政府再讓你用更爛的東西啊？這就為什麼我要做這一集，因為這已經不是技術問題，這是統治者的心態問題呀。我跟你講，而且最妙的就是，我們一直相信科學，科學終將勝利。接下來這一段最荒謬了，媽，數學狗教的，結果導致看到高德地圖嚇到腿軟了。來，但是我們一定要念一下一個讀者留言。湯迪說：“感慨啊，我2020年看這個豬大直播，現在不知不覺6年了，我都第2任妻子，第2個孩子了。台海跟當年疫情期間那個台海有很大區別啦。連你都多生了一個小孩，你說台海怎麼不會有很大的區別？但沒有關係，人總是要進步。好歹你對國家有貢獻，第2個孩子有正向的影響力，好不好？來。”我們還有一個章回定場詩，靠我的 AI 有時候會發作，就他忽然之間不停的做定場詩，忽然之間又做定場詩，這個又不做，來，停車起步算一回，紅燈幾秒便能推，專利公開人人會，官員驚呼真離譜啊！要有多土？來，我來分析一段哦。我沒有查資料就可以想象出來的東西，你不需要看任何技術文件。我們把這一句話 PTT 上也有，那是網友自己啪啦啪啦啪啦就打出來的。來，衛星只要能夠及時收資料，第一個參考點是所有車某一個區塊所有車都停止的時間；2，抓第一台車啟動的時間；3，抓最後一台車車速歸零的時間；4，累積幾天或累積幾個月的數字，
就可以算出紅綠燈的時間了嘛。靠北，這個方法超簡單的啊！為什麼我們台灣人都很驚訝，覺得有國安問題？台灣人是不是真的很笨吶？哎呦 ，Violet 說這目標太佛了，比星巴克還低。來，各位，我是讀電機的，小弟是工科、理工科，做奇幻翻譯出身，現在做政論直播，我都想得出來這種數學。但是我們的數發部、國防部、內政部、治安署，加上一堆名嘴在那邊說，這危害國家自動安全吶、啊！中國高科技攻台呀、啊，需要1900億 AI 新10大建設來反制。啊靠腰，這到底是怎麼樣？我就問各位一句啦，到底是這個方法很高科技，還是我們的官員很低水準？我解釋給你聽，而且你聽完了，你也應該要能夠解釋給你朋友聽才对。來，謝謝任性丸子，我靠，大家今天抖內的貼圖蠻多的，李亞樹也謝謝你啊。那希望李亞樹趕快買到方便的東西。來，解釋給你聽。第一個。GPS 的數據呢，要累積夠多人的軌跡資料。你打開高德地圖，它在背景跑，你的手機就會回傳你的 GPS 給它的雲端伺服器，這個叫 Probe Data， 中文叫做探測車資料，或是群眾外包定位資料。Google Maps 從2009年就在做這個了，差不多16年前。Waze 從2008年就在做，這不是新技術，這是國中生都能理解的概念。第二步，所有 GPS 軌跡進來之後，系統用演算過濾，有沒有任何一台車在某個十字路口前面20公尺內，速度從30公里降到0，而且維持靜止超過10秒？如果有，這台車很可能就遇到紅燈了。當然你會說，那可能只是停下來等人，停下來看手機，或出車禍，或停下來修車，沒錯。所以我們要的是大數據，不會每一個人都在那裡出車禍。第三步，要抓出集體啟動的瞬間。只要你累積了夠多停在路口的車輛軌跡，你就會看到一個很神奇的圖像。這些車輛不是在隨機時間啟動，他們是集體在某一個瞬間一起啟動的。為什麼？因為紅燈變綠了啊，長官，是不是沒有坐過車，沒有開過車？如果你抓100台車的 GPS 資料，你會發現第一台車在10小時0000啟動，第二台車是10小時01秒啟動，因為它要等前車起步。第三台車在10小時02秒啟動，再等前面一台車。這個就是綠燈起步坡，在交通工程裡面叫做 saturation flow rate startup， 就是你的整個飽和車流會開始往上升。你只要抓個3、5天、10幾天的資料，你就會發現這個集體啟動的時間點是有規律的。譬如說，某個路口集體啟動的時刻可能落在每隔90秒的某個固定相位上，那你就知道啦。這個Eric Liu 你倒霉了，你現在在領公家薪水，你就不能裝高德地圖了，好不好？來。某個路口集體啟動的時刻可能落在每隔90秒的某個固定相位上，那你就知道這個路口的綠燈週期是90秒，某個整數倍。紅燈持續多久，就抓最後一台車速度歸0到第一台車啟動之間的時間差，就這麼簡單。高德官方還有公開這個專利嘞，叫 CN114463969A。各位。我講這個邏輯時候非常白話吧，但你以為這是我的猜測嗎？不是，
好不好？不是，這是高德官方有公開申請專利的演算法。中國國家知識財產局專利公告號 CN1144639969A， 專利名稱：紅綠燈週期時長的挖掘方法及裝置。這個申請呢，我們念的這一則是北京滴滴無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沒錯，滴滴出行也在做類似的，還有高德申請的專利，公開日期都是公開查得到的。這代表什麼？這個方法完全公開呀，任何人都可以去看，任何國家、任何科技公司。只要你有夠多用戶的 GPS 軌跡資料，你都能做出來啦。Google Maps 沒做嗎？有做。Google 從2017年開始，很多歐美城市就有類似的 ETA， 就是估計到達時間，差別只在於 Google 沒有做精確到秒的倒數計時界面而已，底層的技術一模一樣。百度地圖、騰訊地圖、Kakao Map、Yandex Maps， 通通都在做。這個技術在學術界叫做 trajectory mining， 軌跡挖掘或 floating car data analysis， 是21世紀交通工程的基本功，好不好？所以呀，這根本不是什麼機密，不是中國高科技，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這是一個 GPS 時代的基本應用，是大數據時代的入門題。但是我們的數發部、國防部、內政部用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這種帽子扣上去的時候，你就知道這不是科學根據，這是義和團。他們不是在保護你，他們是在告訴全世界，台灣政府的科技理解力落後民間至少15年。而且接下來我們要講，對岸網友聽到啊，你就留言證實我說的對不對？台灣吶，現在倒霉了啊！高德地圖兩岸版本土強悍，台版閹，台灣人竟慌得很，連真版本都沒看見。來。這一段會讓今天整個事件荒謬到新境界。我問各位一個問題：你今天從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到的高德地圖，跟對岸14億人在用的高德地圖是同一個版本？如果你答案是應該是吧，就叫高德地圖，你就錯了，錯，完全不是。你今天在台灣下載的是被砍到只剩骨架的閹割版本。中國本土版高德地圖的功能比台灣至少強16個項目，16個。這個事實是什麼？意味的是台灣政府慌得要死，怕得要死，全面禁用的這個 App， 根本連對岸真正的高德地圖一半的功能都沒有。政府不只是在打蚊子，他們連那只蚊子是不是真蚊子都搞不清楚。我們來一條一條看，看真是嗎？笑死人！來，我背後的圖就有，如果你看得見的話，你就看。你知道差多少？就差這麼多。好，我把我的帥臉稍稍再放大一點啊。那這到底在搞什麼呢？來，第一，定位精度，中國本土版的高德地圖跟阿里巴巴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各地交管局後台都有正式技術合作，透過即時動態定位加衛星精密光點定位加地面基站校正，就是它有地面坡的那個校正跟原子鐘的導正，說定位精度可以壓到亞米級，也就是10公分到1公分之間，甚至到公分級。進入隧道呢，它就自動切換成，因為隧道裡面沒有衛星訊號，它自動切換成手機 IMU Inertial Mobile
unit 慣性導航來推算位置。台灣的版本是什麼？台灣版本是吃普通的導航訊號，然後呢，吃的是 GPS， 精度是3到5公尺。對，你下載的高德地圖跟手機本身的 Google Maps 走同一套定位系統，沒有特殊待遇，一點都沒有。到底在幹什麼？我不知道。還沒完。第二，圖資來源，中國本土版的圖資呢，是跟阿里巴巴自己測繪的，長期作為 Apple Maps 在中國大陸的底層圖資供應商。換句話說，中國的 iPhone 用戶看的 Apple Maps 後台跑的也是高德圖資。台灣版的圖資是哪來的？根據速發部長林宜敬親口說的是，高德地圖用的台灣地圖資訊是向荷蘭業者購買，並非直接在台灣收集。各位聽到沒有？徐濤問說台灣高德版本是什麼？你看我背後那個圖了，我們把那個疏漏稀缺功能都列出來，所以荷蘭業者賣給台灣版高德地圖圖資，結果政府在喊資料會回傳中國，危害國家之東安全。這兩個東西是不是有點對不上？圖資是荷蘭人賣的，你怕中國人從這邊偷台灣機密，那為什麼不先擔心荷蘭人呢？第三，紅綠燈秒數的真實版本，中國本土版是用北斗高精度定位，加政府交管後台直接借接，加用戶 GPS 3軌並行，覆蓋有多少？全中國上百萬個紅綠燈路口，日服務14億次，日定位量3000億次。好啦，有網友說我頭擋住了，叫我趕快閃開。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把自己的頭，干正不是這樣，弄小一點，但是還不夠小的話，我們就在角落講話。好，把這一段講完，這一段很長哦。那所以台灣呢是沒有北斗版的精確借接的，沒有交通部後台借接，沒有任何其他東西，都是靠用戶的 GPS 反推。所以你看到台灣版會在某些路口延遲5秒，有些縣市路口根本沒有倒數，因為樣本不夠。第四，中國本土版的功能清單，我念給你聽，你自己看一看，你下載的台灣版有沒有這個功能？第一個，車道級導航，精確到什麼程度？你現在第2車道，請切到最右側車道，而且會精準判斷你要直行還是左轉。台灣版沒有，因為精度不夠。第二，綠波建議這個綠波建議有點複雜，是什麼？他說他會告訴你說，請保持時速45公里，可以連過7個綠燈。現在加速到60公里，可以剛好趕上下個綠燈。台灣沒有。第三個，3D 渲染高架橋跟地下隧道，聽說在重慶很好用，複雜的立交橋有完整的 3D 視覺呈現，台北沒有，台灣版沒有。第四個，有上帝視角 3D 景點預覽，這是阿里2026年新推出的，可以預覽景點內部停車位狀況，台灣版沒有。第五個，小高助理 AI 代理人，你可以跟他說，幫我規劃一個不累的杭州3日遊，順便把飯店訂了車叫好，它會自動串接美團攜程子智能體，完成所有任務。台灣版沒有。第六個，現行政策趨勢，因為老共有些地方是什麼單雙號啊，或者是什麼京 A 才能進去的地方，你輸入你的車牌，系統自動避開現行區域跟時段。台灣版呢沒有。第七個，超速跟路口照相提示完整覆蓋。Mobile 01有網友在新竹實測台灣版，測速跟紅綠燈倒數都沒有提醒，即使他確認設定開了。第八，
區間測速即時計算。好，要提醒你調整時速，避免超速。台灣版沒有。好，我现在直接講了嘛，一直在那念，實在很煩。來，公交專用道指示就是公車專用道指示。第10個 AR 實際導航也看不到。11個室內地圖，台灣也沒有。12個可以掃碼地鐵、公交，你用手機就一機解決，也沒有。第13個轎車整合，滴滴、曹操、T3 多平台轎車比價，台灣版沒有。14個訂票一站式餐飲景點高鐵車票，15個生活服務超級 App 結合美團點評、攜程等子生態系也沒有。16個動態紅綠倒數計時，台灣版沒有。各位，你聽完就知道了。什麼？台灣版高德地圖是什麼？中國高科技攻台武器嗎？真心不是，好不好？其實它功能少太多太多了，所以啊，這就是台灣版高德地圖的真正樣貌。因為台灣版是個邊緣市場，阿里巴巴根本沒有花資源去精修，所以看起來就是一個不完美的樣子。這是一個被放生的縮水產品，而我們的政府為了這樣一個閹割版本，動員了數發部、國防部、內政部、資安署、行政院長、立法院備詢、經濟部長表態，1900億新 AI 10大建設，你不覺得這個比例失衡了嗎？而且還沒完，台灣版的高德地圖連語言都還沒處理好。還有網友說，我上次去印尼找羽毛球店 ，Google 地圖把我坑到一個貧民窟。哦，盤龍立交啦，盤龍立交那個地方真的會走錯，因為你都是重疊的，很不好走。但是高德地圖在那邊表現很好。來，這個 Mobile 01的網友有實測，他說界面是簡體字，但地圖上路名是繁體字，你精神會分裂。地址搜尋會優先顯示大陸的路街名，你想找台北市的中山北路，他會先給你北京的。台灣有些地方呢，完全找不到，預設交通工具會選錯，要手動切換。所以啊，它還沒有優化完整嘛，還沒有優化完整。這是中國高科技針對性攻台嗎？還是阿里巴巴覺得台灣小，隨便做？我們把這個對照濃縮成一個你可以傳給朋友看的一句話：中國本土版高德地圖有北斗精確定位、車道級導航、AR 實境、AI 助理訂飯店、轎車、上百萬路口紅綠燈倒數，覆蓋14億人。台灣版高德地圖，荷蘭人賣的圖資，普通 GPS 擴增實境看不到，語言界面精神分裂，紅綠燈倒數有些路口有，有些路口沒有。我們政府許下承諾要花1900億想做更好的，但是他連真版本長什麼樣子都還沒有搞清楚。所以啊，台灣政府這一次的恐慌反應，連進的目標是什麼都搞錯了。他們想象中那個強大滲透、危害國安的高德地圖，根本不是我們下載到的這一個。真正可怕的高德地圖是14億中國用戶在用的那個版本，車道級定位、AI 助理、3D 實景、生活服務一條龍，那個版本台灣人根本下載不到啊。但光是台灣人下載到這個閹割版本，功能少到台灣的民眾都覺得讚，好棒棒。那你看，而且我們政府還把它當作高科技國安威脅，要花1900億反制。就像有人在路上撿到了一支塑膠玩具槍，政府以為那是 AK-47，動員4個部會召開記者會，還要花1900億研發台灣版反制武器，你會不會覺得很荒謬？我們接下來要進入一個更深的技術層面。有網友問說，高德怎麼忽然之間在台灣火了？因為台灣政府要禁它，越禁越開花，有沒有？這代表這個政府徹底失去了公信力。台灣政府民眾之間，這民眾就明白了，
你他媽就是在搞我！什麼東西方便，你就要進什麼東西，有沒有？那你一個政府做到這個程度，會不會覺得活得很痛苦？這個真心不知道要怎麼說啦。但我順便講，我們現在這個貼給網友母親節特賣，只剩最後一組了，請大家趕快購買。買完我們就下班嘍，好不好？已經貼在這個網絡上來。謝謝琳達加入小宅。龍九說，請支持玻璃高跟鞋擔任阿多拉老朱，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朱祝福打氣，謝謝。泰德說，支持九哥擔任阿魯巴活動，月底來了支持一下。另外回報羊肉爐好吃哦，讓人真的不知道是用罐頭的，真心如此。叮叮叮說，如果有治安問題，請全面禁用中國制的任何物品，小米等大陸品牌手機全面禁。壞掉龍九說，超哥說跟台灣網友說一聲。高德還能在堵車的時候提醒你，這個紅綠燈要等幾輪？一般左轉要等3輪的話，和副駕駛的互動是可以解開腰帶的。不過該功能慎用，小心受傷。Mr. 劉建議說，禁止到多少 App 就代表校長有多不自信。如果說月底了，抖一下。Mr. 阿卡塞說，人還在外面。這個先抖個目標，晚點看回放。關於今天的主題，台灣目前除了喊口號很行，其他的基礎建設到底都建設到哪裡去了？啥都牽扯到對岸，除了自卑還是自卑啊！支持九哥使用玻璃高跟鞋擔任阿魯巴豬大活動，請各位網友別吝嗇按讚，手機熱推，有餘力者煩請移駕至阿宅福利社選購精選商品。謝謝，謝謝鄭中生的抖內 Violet 說，這目標太佛啦，比星巴克還低。啾啾啾說，難得跟上支持目標，用起來真的比谷歌清楚不少。另外，真的很推上周六朱大的會台政策分享的直播，請各位有空去看。TLTW 說 ，App 裡面呢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都要求符合歐盟的 GDPR 保密標準，各自使用標準才能上架。台灣版在高速、快速道路準，但一般道路誤差就大了，因為它沒有那麼細的圖資。叮叮叮說，嚴重懷疑台灣這些官員以前的職業都是在天橋底下說書的，真的亂編亂講一通。這個 Eric 廖說，來抖內一個，不用每周花費200-300元台幣買《經濟學人》雜誌，就能聽到中文翻譯的分析內容，蠻划算的。敵人在犯錯呢，我想去博客來買來看。Silent Simon 說，這跟剪映跟 CapCut 一樣，試用了 CapCut 幾天之後，還是決定回去用剪映。而且剪映的手機版比電腦版要好用。TLTW 說，藍白不是有資訊專業立委，怎麼還會放一群白痴官放話，可笑。這個謝謝今天抖內。這個郭嘉說，朱大買了罐鴨腳木蜂蜜給家裡老人家，但請問糖尿病可以吃嗎？克制用量，沒有不能吃。蜂蜜相對來講比一般的白砂糖2號、白砂2號要好，但是你要控制用量。這個我有說奈米斗今天笑話太好笑了。子祥說，在大陸一個高德就可以搞定食衣住行了。台灣當局這麼緊張，看來高德工程師要忙起來精修啦。好哦。什麼？從宜蘭到北京的掛號信只有20克，運費500 NT。坑盤子哦！哦，那個13 Logon 說，其實高德精度沒有那麼高，我在杭州紅綠燈有時候也會有2-3秒延遲。對，如果這個C Labs 說，其實高德要花錢做好在地化的話，那就好用，因為它的語音是唯一讓它不用看那個說法說明就知道要怎麼開的。好，這個的確都是這樣子，沒錯。好，我繼續往下講啦。來，我們進到這一章了。這一個 chapter 呢，是科技狂最愛的
什麼叫科技狂最愛呢？因為我們會告訴你說，美國也完蛋了。為什麼呢？因為美國也尷尬。好，還有 Anto 江說怎麼樣？中共給了多少呢？沒有沒收到。你要不要幫我跟中共要一下，好不好？你趕快幫我跟中共要錢吶！媽的，我都沒收到，就你媽這些屁青鳥在講。來，這裡我要告訴各位一個會打破很多人世界觀的真相。你以為美國的 GPS 還是世界第一嗎？我告訴你，不是啊。GPS 已經被中國北斗大幅度反超，而且這不是我說的，是美國政府自己的諮詢委員會親口承認的。台灣軍方在這個時間點被禁用所有北斗相關工具，只能用落後的 GPS。換句話說，我們的軍隊在衛星定位這件事情上面被自己的政府硬綁在一個過時的系統上。來，我們一層一層分析。你可能都不知道什麼叫做資訊外洩，什麼叫做情報外洩，那是因為你搞不清楚狀況。那為什麼？因為你的手機其實外洩的資料比你想象要多太多。你看一下，你現在只要用 iPhone 11以後的手機，就有用北斗，好嗎？你有用歐盟的 Galileo， 你有用俄羅斯的 GLONASS， 我上面的這4大衛星導航系統 GNSS 都有同時運作，所以不要再聽那些青鳥的愚蠢，說什麼哎呀這個會外洩，你用北斗了真糟糕，你搞錯了，長官。來，你知道你的 iPhone、你的 Android 手機它在用什麼衛星定位嗎？如果你的回答是 GPS， 你只答對1/4。當代衛星定位的真實情況是這樣子的：地球上空同時有4大全球衛星導航系統在運作。這4大是哪4大呢？第一個 GPS， 美國的，1995年完成全球覆蓋31顆线性衛星，民間精度大概4.9公尺。第二個 GLONASS 是俄羅斯的，1995年首批，2011年第2代完成24顆。第三個 Galileo 歐盟2016年開放服務，高精度服務呢，據說宣稱精密度是20公分。第四個北斗，中國2020年7月第3代北斗完成全球覆蓋，56顆衛星在軌，民用精度1米以下，軍用精度達到公分級。2023年11月被國際民航組織納入全球民航導航標準，加上日本的 QZSS、印度的 NavIC， 全球能用的衛星定位系統有6個。那你的手機支援幾個呢？ iPhone 11 2019年9月起，它同時收 GPS、GLONASS、Galileo、QZSS、北斗。蘋果2020年8月6號公開說明。好，這個要特別講一下。如果剛聽我們講了半天之後呢，這個忽然之間很想要用陸版的高德，我先警告你，陸版高德有廣告，但是你在台灣可以用到陸版高德。這個壞掉龍9直接提供了一個資料，叫做你可以在瀏覽器搜尋百度，在百度搜尋華為應用商店，下載它的 APK， 在華為應用商店裡面找到的高德就是陸版的。這個13盧冠，台灣真沒用過，不是我們井蛙，而是我們的政府不告訴我們這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所以啊，各位 ，Android 的旗艦機是三星
S10 Plus 開始，華為、小米、OPPO、Pixel 的旗艦，我這一支啦 ，Pixel 10全部支援4大 GNSS 加 QZSS 加上 NAV-IC。換句話說，你嚇個半死，顧立雄，你用 iPhone 手機，你的北斗衛星就在你的口袋裡。緬甸玉的收藏者說，直播可以同時在油管，你方便重複觀看，沒有問題。請到朱學恆的萬事通事務所，好不好 ？TikTok 的網友，我以為大家都知道。你就到這個地方來看也可以，好不好？我同時開 TikTok 是因為服務所有網友。來，也就是說，嚇得半死的蔡英文、賴清德，你只要用 iPhone 手機，你口袋裡就有北斗衛星啦。你要進高德地圖，你根本擋不到北斗對你的定位。要打，你要把全台灣2019年以後出廠的智慧型手機全部砸掉。做到嗎？做不到啊！所以高德地圖這個禁令，在阻斷北斗對台灣定位這個目標上，完全是零效果，零。這還不夠猛！我告訴你，一山還有一山高，白痴年年有，今年特別多。為什麼？我告訴你，現在的狀況是更慘吶！美國國家太空定位導航與授時諮詢委員會，這是什麼單位？這是直接向白宮提供 GPS 政策建議的官方諮詢機構，委員都是美國頂尖的 PNT 定位導航授時專家。他在2022年11月召開第27次會議，在會議報告裡面寫了一句話，各位聽好了，聽好了。GPS capabilities are now substantially inferior to those of China's 北斗。GPS 的能力現在已經大幅落後於中國的北斗。這不是中國說的，這不是台灣媒體說的，是美國政府自己的官方諮詢委員會。在會議報告中親口承認，美國的 GPS 已經大幅落後北斗，大幅落後了，長官。哎呦，拜託，來，今天這個圖我頭總沒有遮到了吧？你自己看一看。來 ，TikTok 那邊的緬甸玉的收藏者說，當年洪仲丘事件，我私訊我的當兵故事，你說的貼文分享。現在看來，當時我們都被媒體騙了。洪仲丘只是意外，不是人禍。但是軍中的管理是人禍。但別擔心，來緬甸玉的收藏者，我禮拜五，就是明天，我會再做一個台灣。現在國軍不但已經幼稚園化，現在綜藝化了，有一堆搞笑藝人在掌權吶，好不好笑？你等下會笑到哭不出來呀！來，各位看背後的圖就知道啊。各位背後圖應該看得見吧？看得見的請加一啊。看不見的，我以後圖片會再改。你們先看一下我背後的圖。來，我趁機念一下幾個漏過的斗內。來，這個軟掉的我再也硬不起來。說，身為重度手機使用者，現代沒用年輕人的我，出門通常都懶得找路牌，通常都直接手機看導航。這次對岸的高德用起來超級方便，我有試用晚了幾天，而且還有紅綠燈秒數，雖然有點秒數延遲，但總比 Google 完全沒有辦法看紅綠燈秒數要好。重點是也能看是否塞車 ，Google Map 只能看個大概。壞掉龍9剛講了，各位如果想要高德路版的，你就看壞掉龍9的斗內，找華為應用商店下載。那 TLTW 說還沒聽完就知道老朱做足了功課，不能不懂，而且還不是單一資訊來源哦。壞掉龍9附帶提醒，要看紅綠燈，記得要把右上圖層那邊的交通事件功能開。影像日記 Old Summer 已加入會員45個月了，又回到小宅了。
感謝朱大寶貴資訊，願你很久沒來啦，這位長官。來，我們繼續往下講，什麼意思呢？你看這個狀況，北斗衛星的數量是 GPS 的2倍，北斗的全球地面監測站是 GPS 的10倍，北斗民用精度比 GPS 好5倍，北斗軍用精度比 GPS 好2個數量級。這不是吹捧中國，這是一個美國也承認它技術上就被反超了。這不是中國接近美國，這是中國反超美國。在衛星導航這件事情上面，美國已經輸了。為什麼？你可能會問，我們今天連它的原因都挖給你聽，你只有在這邊聽得到啦。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技術宅，我很愛挖。你各位浪費時間聽別的直播，你聽不到這些乾貨硬料。你可能會問啊，美國這麼有錢，這麼有技術，為什麼會輸？來，我送各位一個鐵證。美國軍工複合體把 GPS 更新計劃吃乾抹淨了25年，做不出來呀！來，我們直接念給各位聽哦，快快的講哦。2000年，美國國會授權 GPS-3 現代化計劃，要做新一代衛星加新一代地面控制系統。這個軟調的，我說豬大你他喵，你才硬不起來，我照念嘛。來，2010年呢，雷神現在改名叫 RTX， 拿下 OCX 主合約，合約金額估計37億美金，預計2014年要完工。2014年第一顆 GPS-3 衛星應該要發射，結果延遲到2018年12月才發射，慢了整整4年。2016年 OCX 計劃已知超支25%，觸動了重大成本違規，這是美國國防採購法的重大警報功能。2018年，洛克希德馬丁拿下 GPS Block 3F 後續的22顆衛星合約，金額高達72億美元。2022年，洛克希德馬丁完成 GPS-3 第10顆衛星生產，這是2014年承諾的進度，慢了8年。2025年 OCX 系統驗收，但整合測試失敗，持續發現重大軟體缺陷。2026年4月17日，各位就在2週前，美國太空軍正式宣布 OCX 計劃終止。雷神拿了25年的合約，最終成本暴漲到62.7億美元，是原來的1.7倍，而且東西沒交出來。美國太空軍直接終止合約，改用洛克希德馬丁的舊版本 AEP 硬撐。各位，我再念一遍。就在2週前，美國太空軍正式宣告，美國 GPS 現代化的核心項目做了25年，雷神燒了62.7億美元，最終做不出來，合約取消。而且現在9顆已經上軌的 GPS-3 衛星，因為 OCX 沒有做出來，根本無法完整使用其能力。也就是說，洛克希德馬丁那邊的衛星上面該有的功能，因為雷神那邊地面控制系統沒做好，全部白做。9顆衛星的能力被綁住，白白浪費。各位，這是什麼？這就是軍工複合體的標準操作劇本了。我們之前講過，胡正東的雷神就是叫台灣去送掃雷艦，要去霍姆茲海峽的那個胡正東了。雷神怎麼會用？他是怎麼利用旋轉門讓退役將軍進入公司，再回頭跟國防部簽約，再進入公司？這次的 OCX 計劃是同樣的劇本，只是規模更大。雷神最終拿了25年合約，燒了62億美元，最終交不出產品，太空軍宣告終止。但雷神有破產嗎？有股價崩盤嗎？有高層下台嗎？沒有，通通沒有。因為這就是軍工複合體的設計，錢會進來，失敗不會懲罰。合約結束之後還能再拿下個案子，真正受害的是誰？
是美國納稅人的62.7億，是 GPS 的全球用戶，是你，是我，是台灣軍方，是全世界用 GPS 的人。來，你以為美國會痛定思痛嗎？加速更新？沒有 ，GPS 連下一代的計劃都還在拖。GPS Block 3F 是下一代，總共22顆衛星，第一顆預計2027年才會發射。中國北斗2020年就已經完成第3代全球部署了，22顆全部完成。要到2037年，從2000年國會授權到2037年，整整37年。好，打個岔，回答一下這個 TikTok 上面的自來也，他說：“主播，請問一下，馬斯克不是說外太空它有很多衛星嗎？請問馬斯克那是什麼衛星？那是星鏈，主打通訊，是低軌衛星。低軌衛星是轉一轉，轉一轉，會隨着地球重力逐漸往下掉，最後會燒光，掉到大氣層以內。但是它很有助於衛星通訊。而台灣不能用星鏈哦，因為台灣的電信法不准星鏈落地。”開不開心，好不好？來，這就是美國的現況。所以各位，中國北斗從1994年開始研發，2020年就完成第3代全球部署，共26年。美國 GPS 從2000年全現代化授權，到2037年才能完成下一代，共37年哦。光是以發展的速度而言，美國比中國慢了11年。在一個美國有先發優勢、技術積累、產業鏈最完整的領域，美國比中國慢了11年。這就是軍工複合體的代價。來，我們回到台灣，台灣軍方使用什麼衛星定位系統呢？ GPS， 只有 GPS。為什麼？第一個，因為北斗是中國系統，基於政治理由，台灣軍方不准使用。好了，那個昨天被我罵過網友說，今天用推送主播頻道。好了，你進來聽一聽啊，為什麼台灣不用呢？第一個，北斗是中國系統，基於政治理由，台灣軍方不能用，寧願死不投降。第二個，Galileo 歐盟系統需要授權合作。台灣沒有授權。第三個 ，GLONASS， 因為俄羅斯不是台灣的民主夥伴，所以台灣不會用。唯一能用的只剩 GPS。民間呢？民間每一個人都同時在收4套訊號，包括北斗。所以今天你用 Google Maps 查路線，你手機是同時收 GPS 加北斗加 Galileo 加 GLONASS。自動取最佳定位。顧立雄啊，顧立雄，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害怕北斗入侵的話，你的手機就有北斗啊。Abby 這樣說，明天朱大不休息哦，幹嘛休息？勞動節跟我有什麼關係？來，好，繼續，結論是怎麼講？在衛星定位這件事情上面呢，台灣的一般民眾比台灣軍方先進。一個普通的台北上班族同時收4套衛星訊號，定位精度可以打贏當年波斯灣戰爭時候的美軍。但台灣的軍方被自己的政府禁用北斗，只能用一套已經被中國反超的 GPS， 還是雷神燒了25年沒做完那個落後版本。各位，顧立雄在4月23號親口說，不要說高德地圖，中共衛星每天都經過固定陣地位置。這句話另外一個解讀是什麼？也就是中共的衛星包括了北斗，每天經過台灣陣地，他們有精準的定位資料，及時的軌道更新，覆蓋全球的監測站。而台灣軍方手裡那一套 GPS 衛星數量比北斗少一半。地面監測站不到北斗的1/10，民用精度差5倍，軍用精度差2個數量級。最新一代的地面系統剛剛被取消。這就是台灣軍方在2026年4月27號的
真實處境，用一套落後對方一整個世代的衛星系統，對抗一個用着最新一代衛星系統的對手。而我們的國防部長為了資安考慮，還要再禁掉軍人手機上的高德地圖，意思是現役軍人連民間都能享受的自動取最佳定位都被剝奪，會被綁在這一個落後系統裡面。所以啊，台灣人是不是真的笨？台灣政府不但禁掉民眾的工具，還把軍方鎖在過時系統裡面。大陸是放5天，我們只有放3天吶。我下禮拜本來要去找嘉美人開會，我想說有沒有什麼新東西可以帶貨，結果他們說，我問他說，不是放假嗎？他說沒有，我沒放假。來，所以我要給你的核心訊息在這一段是什麼？不只犧牲了民眾的便利，犧牲了台灣軍方的競爭力啊！當你的政府因為政治意識形態，把所有跟中國有關的科技工具通通禁掉，你以為你在保護國家，但你其實是在把自己的軍隊鎖在過時的系統裡面。那個你以為強大的美國 GPS 已經被軍工複合體吃了25年，最新的地面系統剛剛被取消，最終下一代要等到2037年才能完成。各位記住這個畫面。記住這個畫面，那個吉林1號是高清啊，是高分衛星啊。2026年4月，台灣國防部宣告全體國軍禁用高德地圖，連私人手機都不行。而1周之前，美國太空軍剛宣告，雷神花了25年，燒了62億美元的 GPS 地面系統 OCX。做不出來，合約取消，而我們的政府還在告訴你，禁高德地圖是為了保護國軍，真正綁架國軍的是政府自己呀！來，我們這一段要討論是整個高德地圖事件的論述破口。為什麼民眾通勤路線洩密根本不是國安問題？這個問題乍聽很反直覺，對不對？哎呦，好了不得哦！我跟你講，我家就住在這個橫山指揮所旁邊，我每天早上散步都會經過。為什麼我不常在我家附近直播？就是走着走着會進入要塞區，就會被軍法審判。哈哈哈！來，你說這個問題很反直覺啊！我的軌跡被中國伺服器拿走，難道沒事嗎？嚴格來講，當然不是沒事。但問題的等級跟政府宣稱的等級也差了整整10個量級。我們來一步一步分析。步驟1，你的軌跡資料，對岸早就有上百種途徑可以拿到。我們先做一個現實的清點。如果中國真的想知道你今天去了哪裡，他需要等你裝高德地圖嗎？不需要。中方能夠直接拿到台灣人軌跡資料的途徑，我列給你。第一個 TikTok 抖音，你裝抖音的同時，你的位置、行動模式、點擊偏好通通在收。第二個微信、QQ、百度雲盤，你只要有用，你的軌跡也通通有。第三個小紅書，軌跡早就收完了。任何一個從中國拉通訊框、用中國 SDK、用中國雲服務的網站，你只要瀏覽就被收。就被收。任何一個 Made in China 的 IoT 啊，物聯網裝置、智慧電視、智慧攝影機、掃地機器人、智慧手錶，只要聯網軌跡都有。甚至你出國去日本、東南亞、歐洲使用免費 WiFi， 如果這個熱點背後是中國資本，你的位置一樣被收。換句話說，台灣民眾的軌跡資料啊，
過去10年累積下來，中方早就掌握了天文數字級的樣本。多一個高德地圖等於在一片汪洋大海裡面多倒一杯水，少一個高德地圖也是一片汪洋大海裡面少一杯水，所以實質的国安效益呢接近於零。來，真正能拿到軍事坐標的工具是什麼？是中共衛星啊！中共目前在軌的偵察衛星，包含了光學，包含了雷達，包含了訊號偵察，超過200顆以上。其中吉林1號商業衛星群有超過120顆，最高解析度0.5米，每天重訪台灣本島超過30次。第二個高分系列是高度分辨率的縮寫，軍用偵察衛星，解析度0.1米及10公分，你家屋頂裝幾台冷氣它都看得到。再來遙感系列，雷達衛星可以穿透雲層，日夜全天候監視。實踐系列訊號偵察衛星可以截聽台灣的電子訊號。2025年的商業衛星市場，中國公司還能買到俄羅斯、阿聯酋、印度的衛星圖，所以整個台灣島在中共衛星眼中就是一張不停被拍攝的高畫質照片，好嗎？就是這樣，不用多說。你怕什麼嘞？你家樓下的紅綠燈，你公司門口的便利商店，你常去健身房，你周末去爬的山頭，通通都在他的衛星圖裡面。那你開高德地圖，讓他知道你今天去了哪一條路上，對他到底新增了多少情報價值，接近於零吶。所以這就是被害妄想症的核心邏輯破口。政府用軌跡洩密來嚇你，但他自己的國防部長已經承認衛星早就看光了。衛星看光是宏觀國家層級的洩密 ，App 收軌跡屬於微觀個人行為的洩密，前者比後者嚴重100倍。但你看政府的反應，對前者衛星徵兆，官員說什麼？官員說：“那我們找隱蔽的位置就好了。”沒有任何呼籲，沒有任何反制，沒有1900億 AI 預算去解決。對後者 ，APP 收軌跡，動員4個部會列為國家安全產品，全面禁用，要花1900億重做。這叫被害妄想症的單向放大鏡，對能理解的東西嚇個半死。但是對於你不能理解的東西，屁也不敢吭。那到底是在幹什麼？這到底是在幹什麼？我真心不懂，我真心被弄倒了。這叫被害妄想症的單向放大鏡。什麼意思？什麼意思？就是對能理解的小事極度敏感，對不能理解的大事視而不見啊。我們再送各位一個彩蛋哦，蔡福龍好像是我們的速發部副部長還是誰，我忘了他的職稱了，因為人一直換來換去，很討厭。蔡福龍原話有個技術破綻，我點出來給你笑一笑。他說隧道定位或行動軌跡資料非常敏感。這句話有一個最基本低級錯誤，因為隧道內根本收不到 GPS 訊號，因為衛星訊號是無線電波，需要 line of sight， 要直線視野才看得到。但是長官吶，長官，只要你進隧道，只要你衛星通訊被混凝土跟岩盤擋住了，你的手機在隧道裡面就是收不到 GPS、北斗、GLONASS、Galileo 任何衛星訊號。
所以隧道內的對了，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署長應該最懂技術的人，結果站在台上瞎扯。隧道內的定位是靠基地台的訊號、蜂巢式定位跟加速度計、陀螺儀的慣性導航推出來的，這些資料是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電信、台灣之星早就在收的資料，跟高德地圖一點關係都沒有。換句話說，蔡福龍舉的隧道定位這個例子，本身就是個技術不嚴謹的恐慌話術。一個資安署長連衛星定位的基本物理原理都搞不清楚，他憑什麼告訴你行動軌跡資料非常敏感？但是好，你如果聽到這裡說啊，朱大你不能說軌跡洩密都不算什麼，真的有可能很危險的。對，我也做功課了，我們這邊有正反合。真正可能很危險的軌跡洩密長什麼樣子？我來告訴你。Strava 是一個美國的健身追蹤 App， 跑步、騎車人都會用，因為它有各種挑戰，可以繞一圈啊，開多少公里什麼東西。Strava 在2017年公開了一張全球熱力圖，就是哪邊運動的人越多，它的這個顯示色度就越高。結果2018年1月，一個20歲的澳洲學生呢 Nathan Ruser 上網看這張圖，他發現美軍在阿富汗、敘利亞、伊拉克的秘密基地輪廓，通通變成全網可看的免費情報。因為駐紮在那裡的美軍士兵習慣下班後在基地內慢跑健身，而且因為他們是繞着基地慢跑，所以還幫你把基地整個形狀畫出來。後續挖出更多案例。CIA 索馬利亞的秘密據點、英軍的福克蘭群島基地、意大利吉布地非洲基地、馬克宏總統隨扈組路徑被洩、以色列軍人在加薩的前線位置、巡邏路線、法國《世界報》2024年的 Strava Leak 系列調查做了完整的清點，這個才叫真洩密。這個才叫真洩密。一個健身 App 實際上把多國軍事機密、特勤路線、敏感據點通通都公開了。那各位，你說這到底是算什麼？這個就表示真正的洩密是這種洩密，而不是你幻想的，你用一個北斗就洩密，而且你用北斗就洩密，還會讓你的國防部長開心用。好了，那這麼嚴重的洩密怎麼辦呢？美國國防部要求現役軍人關閉 Strava 的公開分享，加強教育，個人選擇可以用跟不用。美國沒有把 Strava 列為國家資通安全產品，沒有全面禁用，沒有要求民眾不要用，沒有花國家預算重做一個美國版健身 App。對比台灣處理高德地圖的紅綠燈倒數秒數，一個民眾站在路口看一輪就知道的東西，台灣動員了4個部會，要花1900億反制。你不會覺得這個比例失衡到一個荒謬的程度嗎？所以結論呢，很簡單，被害妄想症的特徵不是擔心壞事發生，被害妄想症的特徵是對所有事的危險評估都失準，以至於對小事過度反應，對大事視而不見。TL 說那個家伙搞防火牆的，為特定廠商看門用，其他都不行。哎，我沒有講，我沒有說誰哦。當你看到一個政府，他對中共衛星掃陣地說我們會找隱蔽位置，但是對 App 收軌跡要動員4個部會花1900億，這個政府不是在保護你，這個政府病了，要去看醫生，要去看醫生。接下來我們要幫你整理，到底他在幹什麼？台灣現在連環禁，你以為台灣比較先進，但你錯了。台灣現在能用到的東西
變得越來越少，越來越少，越來越不方便，越來越不方便。終有一天，我们會變成所謂的民主國家裡面使用科技最落後、最麻煩的國家。為什麼？因為我們害怕中共會偷我們的資料，而實際上根本偷了也不重要。那你到底在幹什麼啦？到底在幹什麼？我真心想不懂，我真心想不懂。哇哦！这個怎麼綠界忽然間今天多這麼多？來，這個網友這個抖內我不知道怎麼搞，看不太懂哎，這是安諾，真奇妙的。哦 ，Tio 留了很多言吶，他說執行米蘭報告可分為4個階段，那這個都是 Tio， 最後一個是 RWD 哈。來，我把它放大，我把它念一念。第一階段，漸進式關稅與財政收入雖敗訴仍重整繼續，完成90%。第二階段，貿易與國安掛鈎，完成60%，簽的是貿易協議，不是關稅協議。第三階段，貨幣政策與使用費進行中，透過戰爭美金升值。大而美法案中第892條針對外國主權基金徵稅。紐約聯準會於2026年1月開始進行匯率檢查。第四階段。再工業化與世紀債券20%局部進展中，不敢說都對。我們現在坦白講，我們現在美國聯準會的這個人到底會不會繼續做下去，不知道。那再說吧。但個人從避險面不敢輕忽美金武器化的威脅。明天《動物農莊》上映，推薦沒空看書的同學去看看，很有即視感。RWD 說，令人失望透頂的台灣，今天目標加1。好的，今天目標有達成，開不開心？我覺得很開心吶。哎，來，台灣現在禁用了多少呢？禁用了一個股票啊，高德地圖禁，小紅書禁，愛奇藝禁，比亞迪禁，TikTok禁，用政治干擾民眾生活，真的很蠢。過去幾年被台灣政府以資安、國安、對岸滲透的名義禁掉的東西有多少？多到靠北。多到什麼東西呢？啊，等等，看這張應該要做的圖的，就我們漏了。來，我們這樣講，這個清單每隔幾年就會新增，愛奇藝、騰訊視訊、抖音、TikTok 國際版、微信、微博、比亞迪、中國電動車、小紅書、高德地圖。這個清單每隔2、3年就會新增一項，每一次劇本長得一模一樣。第一階段，中方的 App 在台灣爆紅，忽然之間爆紅啦，民眾覺得好用，讚。第二階段，政府單位發現自己沒有對應的反制工具，開始恐慌。第三階段，祭出資安疑慮、對岸滲透、國安威脅的論述包。第四階段，公部門禁用，要求民眾不要用，列為高風險產品。第五階段，民眾繼續用，改 VPN 翻牆，輿論反彈。第六階段，政府宣稱成效卓著，保護民眾安全，但實際上禁了等於沒禁。第七階段，過幾年新的中國 App 又紅了，又跳回第一階段。這在幹什麼？這在幹什麼？
這就是台灣人啊，科技恐慌症的標準回旋啊！月亮湖217沒有進，但是被台灣青鳥給搞掛了。來，我特別拿小紅書這個案例跟聊天室看一個更精彩的東西，因為小紅書是台灣政府到目前為止最徹底的禁用案例，從2025年12月禁到現在已經4個多月，政府對外宣傳的成效是什麼？我們把絕對值算給你看，來，這是有絕對值的哦。這個2026年3月8號，上個月，行政院打擊詐欺指揮中心對外發了一個新聞稿，非常了不起。他說，執行停止解析後，就 stop the parsing。小紅書月平均詐騙件數減少了73%，財損減少51%，顯示有效預先部署，降低民眾遭詐風險。4月26號，就在前2天，刑事局又在發了一個新聞稿，他說打詐都是依法行政，數據證明成效明顯。對境外平台實施停止解析，是基於保護國民財產安全的法治原則，絕非意識形態之爭啊，絕不是啊，絕不是啊。聽起來很威，對不對？減少73%，減少51%，成效顯著。如果你只看百分比，你會覺得哇，內政部好棒棒，救了好多民眾。但百分比的真相要看絕對值啊。我們把數字攤開，封鎖前資料，2024年1月到2025年11月，總共23個月，涉詐案件1706件，月均74件，財損新台幣2.47億元，月均財損新台幣1074萬。好了，封鎖後73%跟51%，你不要只看比例，你要看絕對值。月均件數從74件減了73%，剩20件，每天少0.67件詐騙。各位，0.67件的不到1件呢。月均財損呢？月均財損減掉51，剩526萬，每天少17.5萬財損。也就是說呢，你各位稍稍看一下哦，是什麼狀況？台灣每日詐騙的財損總額，每日哦，每天我們詐騙財損2億元。小紅書的封鎖每天減少了17.5萬。你看，甜2012就是一個智障。我需要去抱對岸的大腿來告訴你，台灣的政策是錯的嗎？你只要有這麼愚蠢的網友存在，台灣的政府永遠都不覺得自己有錯，因為他的選民蠢到不知道他的手機裡面就有用北斗啊！你他媽是不是通共？你他媽是不是把資料外洩給中國？就這麼蠢，這些蠢貨一個接一個的蜂擁而上。小紅書封鎖之後，每天減少了多少詐騙財額呢？0.0875%，0.0875%。小紅書封鎖前23個月的詐騙總件數是1706件，是23個月總和哦。Facebook 一個月的詐騙通報件數是51468件 ，Threads 一個月的詐騙通報件數是10232件 ，Instagram 一個月的詐騙通報件數是6862件，而小紅書在23個月加起來的總件數是1706件。小紅書封鎖之後，一個月減少54件，所以各位看到了沒？
政府宣傳小紅書封鎖之後件數減73%，絕對值是每天少0.67件啊。政府宣傳財損減51%，絕對值是每天少17.5萬啊。在台灣的每日詐騙總額不到1/1000啊。Facebook 一個月的詐騙通報是51468件，是小紅書23個月的總和。Facebook 沒有被禁 ，Threads 沒有被禁 ，Instagram 沒有被禁，但小紅書被禁。為什麼？因為禁用的標準不是詐騙嚴重度，是平台國籍。你看蠢了吧？蠢了吧？而且小紅書在台用戶300萬人，封鎖後每月減少詐騙財損526萬元，所以每位被保護的台灣人每個月省下不到1.75元，1.75元。有嗎？智障來我這邊以為我是國民黨的，是不是？你他媽白痴，你來留啊！我他媽才不在乎。他媽的，你說我在大陸有沒有看過80後？幹，我連00後都看過嘞！那個智障，你根本不懂。他媽，我看的書跟我做的準備，比你全家人，你整家公司加起來人都要多。你有資格來我這邊講我懂得不夠多？操！你去你家叫你公司開一個智庫，比不上我一個人做的事情。就是有這種井蛙智障。來，所以謝謝你的保護哦，每個月幫我們省了1.75元的詐騙，你剝奪了300萬人的選擇權，每人每月省下不到6角元，開心是不是？換句話說，政府用剝奪300萬人的選擇權，每月省下了1.75元，你覺得這交易划算嗎？來，我們送給你一個比喻哦，讓你明白，政府宣傳的減73%，就像你拿一門155公里榴彈炮去打一隻蚊子，然後炮彈打中了，你跟全世界宣布，我們的滅蚊戰役成效顯著，蚊子減少73%。問題是，這隻蚊子原本只會吸你1滴血，你的榴彈炮打中之後減少0.73滴血，但是你打炮彈的成本是50萬美金，加上震碎你家整面牆，而且你根本沒看到旁邊那1000隻在你頭上飛的蒼蠅。這就是台灣政府禁小紅書的單位成本邏輯。報表很好看，絕對值笑死人，真議題不敢碰。小紅書封鎖之後，輿論反彈啊。Facebook、Google、Line 詐騙比小紅書嚴重100遍，所以不禁。最後政府用一個只能減少1/1000詐騙財損的禁令，換到62.9%民眾的不滿。那高德地圖呢 ？TPOC 4月23號的民調，62.9%的人批評政府，2.4%的人支持禁用，比小紅書當時的反彈還大。這就是劇本不變、台灣人屬性不變的鐵證。用政治干擾民眾生活真的很愚蠢。如果你今天聽完這個部分，你應該長出大腦來明白，民進黨不是為你好，民進黨是在用保護你當作擋箭牌，做他自己想做的政治宣示，而宣示的代價是你的選擇權、你的便利、你的稅金、你的時間。來，接下來最後一段了。2026年4月24號星期五下午3點41分，廖姓立委站起來質詢，他問行政院長卓榮泰一個非常簡單也非常致命的問題：政府推出了4年1900億的 AI 10大建設的計劃，能不能做出一個比高德地圖更好的產品呢？能不能？謝謝簡單做自己的斗內，謝謝敬業師，
謝謝緬甸玉的收藏者。那好啊，這問題很犀利啊，因為他逼着政府給答案嘛。你說高德地圖危害國安，那你有沒有做一個更好的替代品？你有沒有做一個更好的替代品給台灣人使用？卓榮泰怎麼回答？他說：“我現在就用 Google Map。”各位聽到了嗎？行政院長親口告訴你，他用的不是政府版 App， 他用的是 Google Map。但問題是 ，Google Map 在台灣不提供紅綠燈倒數秒數功能，這就是政府為什麼轉去用高德地圖的原因。卓榮泰等於站起來告訴你，我用一個不提供你想要功能的 App， 所以你也不應該要這個功能。這是什麼邏輯？這是我吃米飯，你也不准想要吃麵。哎，我跟各位講，這已經不是答非所問了，這是用精英式的脫離群眾的忽視民眾需求的姿態，告訴你說你的需求不重要，我用 Google Map 就好。這個立委不放棄啊，他說民眾認為 Google Map 沒有辦法滿足一些需求，雖然政府呼籲大家不要用高德地圖，但民間反應覺得好用。各位，這個立委的立場是替民眾講話的。他說民間反應覺得好用，的確沒錯。那這是立委在政府官員前面承認民眾喜歡這個被禁的 App， 卓榮泰才開始講真正的政策回應。新10大建設裡面 ，AI 新10大建設裡面有10個項目，其中最頂端的一項就是加強軟體巔峰，必須把軟體做得更好。現在無法馬上說，一定會做出一個類似高德地圖的 App， 但是地圖的 App 現在就有其他可以安全使用的廠牌，所以你不能用我覺得不安全的廠牌。用1900億的預算包起來的軟體登峰，連他自己都不敢保證做不做得出來，做出來會不會比高德好用，做出來會不會有人想用？經濟部長龔明鑫接話了，他說有關 App 研發這個部分屬於 AI 軟體產業登峰這一塊，這跟全民智慧生活圈是連結在一起的，所以數發部會全力來開發很多 App 軟體，政府有信心做得比高德地圖要好，經濟部也會跟數發部一起來協助。哇，政府有信心呢？請問這個政府有信心到底值多少錢？呵呵呵呵呵呵，這句話在2026年的台灣聽起來像是個笑話，為什麼？因為過去10年呢，台灣政府版 App 的歷史記錄已經很清楚告訴我們，政府做的 APP 通常不會比民間好，而且甚至沒有人用。第一個，健保快易通 ，OK， 這是少數做得不錯的 APP， 因為健保署做了多年迭代，基本功能穩定，算是例外。第二個，實聯制。疫情期間爆紅，但是後台 bug 連連，簡訊排隊系統卡頓，隱私爭議不斷。疫情過後直接停用，但你各位就會收到很多詐騙集團的通訊，不知道怎麼搞的。第三個，庫克雲，教育部推的線上學習平台評價2級，界面被學生家長吐槽過很多次。第四個，全民健保醫化平台，健保卡網絡服務界面老舊，使用者體驗差到想哭。各部會做各自的 App， 財政部、醫政府、勞保局 App、地政局 App 分散難用，互不串通，民眾抱怨已經成為異常。第六個，數發部成立以來的旗艦 App， 你知道叫什麼名字嗎？我也不知道，所以從2022年數發部成立到現在，有做出任何一個讓全台灣民眾愛用、自發推薦的 App 嗎？我想不出來。所以龔明鑫這樣說的時候，民眾的反應是冷笑。1900億並不是一個小錢，1900億10大項目4年，包含了軟體登峰，就是要來做 App 的那一個。AI 算力基礎建設 ，AI 人才培育，主權 AI 模型開發 ，AI 應用情境推廣，全民智慧生活圈，公部門 AI 應用 ，AI 治理與法規，半導體 AI 整合 ，AI 國際合作。1900億這個數字有多大？大概是一個國防預算的28%，
大概全台灣600萬戶家庭，每戶分到31667元，等於是高鐵全線的初期建設成本的42%。那軟體登峰，卓榮泰也拿來回應一個免費 App 帶來的政策難題，連他自己都不保證做不做得出來。所以為什麼網友直接創造不要高德地圖，我們要清德地圖啦？哎，來，你可能沒有想過這件事情哦。為什麼政府禁掉一個又一個民間在用的工具？結果是什麼？公務員不能用，民眾可以用。又謝謝簡簡單單做自己。斗內，來，我們來看看現實狀況。你是一個公務人員，民眾照樣下載高德地圖，翻牆繼續用小紅書，繼續用 TikTok、抖音，繼續用微信，繼續想辦法弄比亞迪、愛奇藝、騰訊視頻、VPA， 翻牆看劇成日常。公務員這邊呢？公部門設備全面禁用以上 App， 國軍連私人手機都不能裝，公務員的資訊吸收管道被綁在政府認證的安全平台 Meta、Google、Line 裡面，結果就是資訊吸收能力的不對稱。民眾每天看小紅書知道大陸新出的產品，看 TikTok、抖音知道大陸新的迷因，看高德地圖知道紅綠燈秒數，他們的世界觀是全球的，是即時的，是兩岸並行的。公務員每天只能看 Facebook、Threads、Instagram、Line、Google Map， 他們的世界觀是被篩選過的、被限制的、單向資訊的。那當這些公務人員要決定政策，比如說要不要進高德地圖，要不要做1900億的清德地圖的時候，他們的判斷依據是什麼？是民眾真實的使用需求，還是他自己被限縮的資訊環境？各位啊，各位，他能做的判斷只能基於他自己看得到的範圍，他看不到民眾為什麼覺得高德好用，他看不到小紅書上300萬台灣使用者每天在交流什麼，他看不到 TikTok 上面的潮流為什麼正在改變消費市場，所以這公務員能夠做的決策就剩下禁，因為他不理解，所以他害怕，所以他禁。各位，難怪公務員報考人數10年崩盤，從14.6萬跌到不剩1/2呀！從2013年到2026年，公務員報考人數跌掉1半，原因是什麼？就業市場蓬勃，公職不再具優勢。第二個，層級節制的公務機構比較難滿足 Z 世代的工作需求。第三個，國考成本太高，不符合新世代青年思維。為什麼公部門不再具優勢？因為你是次等公民，你用的軟體、用的系統、用的功能，全部比一般民眾還要爛。因為台灣人的政策把公務人員變成資訊上的2等公民。過去公務員的吸引力是穩定鐵飯碗，但今天的年輕人不只看穩定，他要看這份工作會不會讓我跟世界脫節啊？會不會限制我的成長？會不會讓我變成資訊上的弱勢？台灣人的政府給你的答案是會，通通會。你進來當公務員，你不能用高德地圖，不能用小紅書，不能用 TikTok， 不能用微信，不能用 ChatGPT。更正，可能可以用 ChatGPT， 但不能用豆包，不能用千問，不能用 DeepSeek。但你的同學在民間，他們什麼都能用，他們吸收資訊比你快，賺錢比你多，影響力比你大，你還想當公務人員嗎？來，我把整個邏輯跟大家再解釋一遍。政府禁掉民間在用的工具，公務員資訊吸收能力被綁死，公務員競爭能力輸給民間，年輕人覺得進去就是被綁住，於是不報考公務員，於是缺額補不滿，於是政府反過來花1900億做 AI 想要自救，但決策的還是這群被綁住的公務員，注定做不出比民間好的 App， 民眾繼續用被禁的中國 App， 政府再禁更多東西，回到第一步，惡性循環。這個循環本身就是台灣當局不願意承認的政策失敗。啤酒說小抖個學費，壞掉龍酒說幸好現在國軍取消也在私對抗，不然到時候可能會有個聲音，你用 Google 地圖怪不得你會迷路，我們都用百度高德地圖，你用 Google 地圖表示你沒資格來打私對抗，幹真的很慘。Sylvia 嗆說趕上了，真的是很八七。Mr. 劉建一說 Google Map 不提供高架橋匝道上下指示區間限速，
對，都沒有，所以真正開車很不方便。哎，所以啦，我們最後要做一個簡單的結論。簡單的結論是什麼呢？公務人員不能用，年輕人不想考，政府再花你1900億，這就是被害妄想症的基本單位成本，就是這麼簡單，就是這麼容易，你到現在還不能理解。當你看到一個政府，他禁掉一個又一個民間在用的工具，然後告訴你我們會做更好的，但他自己也不敢保證做不做得出來。這個政府不是在治理國家，他是在用你的稅金跟你的時間演一場給自己看的戲，而這個戲的代價是台灣未來的競爭力，是公務人員制度的崩盤，是年輕人對體制的失望，是我們這個世代是我們這個世代一次又一次的被耽擱、被耽誤。在2026年這個 AI 起飛的關鍵時刻，我們政府做出了一個徹底錯誤的科技政策方向。如果你到現在還相信禁用高德地圖是為了保護你，那我建議你下次去路口看一輪紅綠燈，看完之後問自己，這個秒數真的需要1900億去保護嗎？我們今天從一個紅綠燈倒數秒數的爭議開始，一路分析到台灣版高德地圖只剩16項閹割功能，猜到美國 GPS 已經被中國北斗大幅反超，分析到1900億的 AI 新10大建設，分析到公務人員報考10年崩盤，這7張串起來，你會發現一件事情，這從來不是資安問題，這是治理心態問題。當一個政府他用國安當大帽子扣在每一件他不理解的科技現象上面，當一個政府他用保護你當理由禁掉你想用的工具，卻禁的是個閹割版本，連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當一個政府他自己軍方手裡的 GPS 已經被反超25年，他卻還在禁民間用更先進的北斗系統。當一個政府他用投資未來的名義，把你的稅金收在他自己也沒把握的計劃上面，這個政府已經不是在治理國家，他在演戲。而我們的責任是看穿這場戲，是用我們自己的肉眼、我們自己的判斷、我們自己的嘗試，告訴他夠了。紅綠燈秒數不是國安，通勤路線不是機密，小紅書不是統戰工具，高德地圖不是入侵台灣的特洛伊木馬。實際上你下載到的根本就是個閹割版本， GPS 也不是天下無敵，實際上已經被北斗反超25年了。這些東西從頭到尾都只是工具，而真正應該被檢視的是用國安當口號，用資安當擋箭牌，用1900億當煙霧彈的那群決策者。我是朱學恆，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我們明天做的題目呢，是中華民國國軍不但幼稚園化，而且已經綜藝化了，變得越來越誇張。你聽了哭着哭着會笑出來，好不好？來，我们到了最後，網友又提醒我應該要想個辦法貼出來我們的要飯工具。來，我看一下啊。來，我們把支付寶、微信在最後的時候貼出來，因為要飯要到最後嘛，你聽了覺得愉快、覺得精彩才來貼、才來抖，不然不要隨便要飯。支付寶在上面，微信在下面，1元不嫌少，真的就有人給我抖0.37人民幣，連續好幾次，謝謝你。那但是100元不嫌多，來，我們看看我們微信收到了什麼東西。這個有人直接抖說這是10元紅錢，有人說朱老師這麼多絕望東西都聽了，能抽個時間講講有希望的東西嗎？有，我來想想看，好不好？謝謝你的抖內。然後有網友說要買糖，二莎跟你講說現在買不到，因為大家在閹蜜餞，你相信嗎？然後網友 Lily 抖內。
然後另外一個網友說，你最好了解全球的汽輪機、鍋爐、發電機、光伏、多晶矽、電池、儲能、核電、燃氣輪機、變壓器、風電、配出電的生產供貨，就會發現大陸的能源實力的確是很棒。有人抖了0.35給你，謝謝，給我，謝謝。這個也有網友相當擔心說，繼續下去，台灣人真就井底之蛙了。好了，各位，一邊我在念抖內的時候，我一邊請大家開始投票了。各位，今日的內容，你覺得內容好，講的也很好的，請按1；你覺得內容好，講不好，請按2；你覺得內容不好，講的也不好的，請按3。來，我看看支付寶這邊了。哇，大家都抖內沒有留言。這個好吧，真沒有。什麼什麼太，所以請各位趕快投票哦。然後我們要特別跟各位宣布一下，我們置頂的那個豐裕蜂蜜啊，現在最新的春蜜已經上市了。龍眼蜜、荔枝蜜、麗龍蜜都是剛從台灣南部採收回來最新鮮的，因為剛採好，那基本上要趁那個雨季開始之前要先運回來。所以各位，你們下單下禮拜呢就可以訂到。我跟你講，就趁着支付宝到靠腰，你就趁着那個勞動節假期的時候，你盡量多訂，因為我會統一在大家放假的時候，我去那個找陳 Allen 把蜂蜜搬到辦公室来。想要吃吃看什麼是985大學的蜂蜜呢，就務必要來我們這邊採購，好不好？謝謝什麼什麼泰，他已經連續2天都有抖內了。什麼什麼雲，什麼什麼平，什麼什麼破，謝謝你的抖內。然後什麼什麼平前幾天也抖內的比較多一點。來，這個什麼什麼影，這應該是你就他給我付款留言就是哈哈哈哈哈哈哈，實在是不知道怎麼樣。哎，說一下信公肉粽好吃，但豬大一直不上架，你可以傳給我啊，我看他們自己的網站好像也沒上架，所以來。這個我們置頂有綠界斗內，還有精緻水果，聽說山竹快要到貨了，請各位趕快買。黃金奇異果也到貨，榴蓮就是這2天到貨，你訂了可以寄回家給你。好，這個985封董，對不對？還有信公的東西，我再看看它的那個肉粽上架了沒，好不好？哈爾濱水餃也是哦，嘉美能一樣，就請各位好好的儲能，好不好？所以各位那。今日直播呢很開心，到這邊告一段落啦。那如果各位還要聽說喜歡哈哈的人是怕尬，EOCO， 謝謝你的抖內。宋世英說朱大國按讚啊。最後，當你們下場回家下班之前，記得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好不好？不然我們最近按讚的這個數量一直不太夠，好不好？就這樣子。支付寶能留言，支付寶可以寫啊。好了，謝謝各位的投票。那我們今日呢，直播到這邊就告一段落啦。拜拜拜拜拜拜！一路在開場樂跟閉場樂的聲音當中呢，跟各位說再見，好不好？再見再見。